距离名古屋机场大概只要10分钟左右的车程。我们现在到的地方是长华明太子主题公园。如果大家有来名古屋自驾游，然后你又蛮喜欢明太子的，我觉得这个景点是还不错。很值得点的就是它的饭团，这个明太子饭团大概是470元日币左右，但它里面的明太子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如果你喜欢吃冰的话，也不要错过它的明太子冰淇淋，甜中带咸。然后这个海鲜冻我觉得也是用料很扎实。不过这个包子虽然说好像蛮有名的，但我觉得吃起来还蛮普通的，所以这个反而是可点可不点。明太子元素也不多，所以呢，如果有来这边或者是喜欢明太子的，可以考虑这个行程。那我们这一次跟团是5天4夜，所以今天是第1天，我们就先来这个地方小小的休息一下，待会呢就要走其他的行程了。那你不喜欢吃生的明太子，也是有熟的饭团可以做选择。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下一个景点吧。要买票。离开明太子工厂之后呢，我们来到日本连续3年票选国内第1名的名花之里彩灯季。说到日本的彩灯季呢，大部分都集中在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2、3月。我们这一次去的季节呢，大概是在2月左右，所以呢，还是在他们彩灯季的这个范畴里面。Through bookstore windows, the stories unfold. Between dusty pages, the wisdom of old. The jazz dances gently, it carries the breeze. Philosophy lingers in moments like these. Reflections in the rain, a world so surreal. Each drop tells a story, each step helps us heal. The piano keeps time for the heart's tender sway, and the quiet affirms what no words need to say. Oh, what is a thought but a cloud in the sky? It drifts and reforms, and it bids us ask why. 这几份餐点是用门票付的折价券换购的，有咖啡跟冰淇淋，还有一些松饼等。我觉得坐在这边，然后欣赏花、吃点心是一件蛮赏心悦目的事情。在园区还有一个富士山岛造型的大型设施，买票的话，一个人是800日币。不能够用门票折抵，那用这台机器去购买就可以入场了。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富士山造型的一个设施，然后360度呢有位置可以让大家去欣赏跟走动。我们会慢慢的升起，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附近的风景。我们当时候去是冬天嘛，所以天气是蛮冷的。再加上这一个设施它不是全封闭的环境，会有风灌进来，所以如果想要乘坐这个设施的呢，要记得注意保暖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高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有惧高的人，可能也先不要尝试。那我觉得蛮漂亮，是你可以在360度走动，然后看风景。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园区，也可以看到旁边的公路跟海。
这个是可乐饼，一个是牡蛎的，一个是牛肉的。是不是软？早安，今天我们要去的呢是惠纳峡的雪见游览船，大人是1500日币，然后小朋友是750，如果是团体的话又会再有折扣。正面、左侧和右侧设有2个紧急出口。標高1128メートルでこの地域で一番高い山。煎的5平饼是2024年得奖的，36块台币。那么凶啊！好，来各位贵宾哦，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这个是热的荞麦面。这可以拿一个血盆。哇哦，哦，这么高级哦！我们现在在池之坪，然后这边呢是有一部分是滑雪的地方，然后有一部分呢，如果你没有滑雪装备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滑这个。哦，哎，其实是可以控制速度还行。哦，滑完啦，大概滑了2次，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滑完之后呢，就来开箱饭店。开箱今天的和室，我们这一次睡的呢是比较西式的，所以它是会有床的，不用担心老人家爬不起来的问题。这个饭店是这次旅行中的一个小亮点，所以呢就比较仔细的帮大家开箱。那像之后在名古屋市区住的就相对普通，所以就不会开箱了。然后它这边就是会附浴衣可以用。那这边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尺寸是小朋友或者是男生高一点的，那就会在1楼拿。那这边就是常规尺寸，就几乎大家都可以用的这样。一走进来呢，这边是有一个小玄关、厕所、浴室，这里面也有小浴缸可以泡汤。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到大众汤去的话，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免治马桶、泡茶的地方，还有小冰箱。可爱哦！这边的泡汤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11点半开始到凌晨的1点。这边也有可以按摩的地方，可以预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本次行程中最满意的一餐，就是池之坪饭店的晚餐吃到饱。这间饭店冬季主打的呢就是螃蟹吃到饱，所以呢会有一些蟹脚供大家食用。除此之外呢，它的西式餐点，比如说披萨啦、沙拉，或者是一些当地食材做成的锅物啊、炖煮类的料理，也都非常有水准，所以可以说是这一次行程里面我最惊艳的吧。那我们结束完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之后，下午先到这个饭店附设的滑雪场玩，然后之后我们会办理入住，再来吃这个晚餐。晚餐吃完之后，待会还有雪灯活动，加上晚上可以自己去泡汤。总结下来，我觉得这间饭店是一个体验感非常棒的一间温泉饭店，算是这次行程中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亮点，虽然反而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特别的 highlight。那这间饭店是少数我觉得如果之后我自己自由行自驾游会想来的。那为什么说自驾游呢？是因为它的位置真的是有一点偏僻，除非你有自己开车，不然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难到达。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它的 CP 值跟它整个服务品质是真的还蛮值得回访的。那它的料理呢，我觉得尤其是以日本的风味料理还是最突出的。那还有一些提供异国料理的选项，我觉得可能是给日本国内的人吃的，所以我觉得这间饭店如果有出现在名古屋相关的行程里面的话，大家就可以考虑参加。那如果你是有自由行，然后再寻找温泉饭店的选项的呢，这间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的哦。它的整个用餐环境也非常的好。
拿了寿司，然后炸串跟红酒炖牛肉，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是炖鸡胗。南瓜浓汤，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很漂亮。它的沙拉也很好吃哦，它有一些什么培根碎啊，然后洋葱碎，它会夹着小小的，然后可以拌进沙拉里面。然后我用的这个酱是胡萝卜酱，蛮特别的。这个牛肉真的很好吃，很难解释，但它的牛肉味很足。然后配上这个他们的蘸酱，咸咸的。是它的拉面，上面的这个蟹肉是我们自己加工上去，加工厂在这里。日本的甜点就看起来很普通，但其实吃起来都比台湾的吃到饱有些甜点好。City lights blink, they got secrets to spill. Painted asphalt whispers a soulful chill. Clouds pass slow like memories that fade. Walking through the midnight, chasing dreams we made. Echo of your laugh, now a ghost in the shade. Every step a crack where the smile decayed. Voices in my head softly hum your tune, dancing with the shadows under a silver moon. Falling stars write your name across the sky. Every trail burns bright, but they won't tell me why. Colliding with the echoes where love used to bloom, in the deep of the night under a pale lit room. 100年的味噌，这边是100年历史的味噌。Approximately 4 minutes. Currently passing through Hudson Steep Incline on our roadway. 那个标高是郭平高原区。 Through the stillness, the clouds drift high. Thoughts like breezes whisper by. Endless waves of a calm blue sky, where dreams take wings and learn
of time's embrace. Each shadow finds its quiet space. In the flow of light, a tender trace binds the soul to this serene place. Let it go, let it be, like a 这边 river 的树 rolling 非常的漂亮。 in the silence. You will see 那我们刚刚是在上面的那个 harmony 观 of 景台看风景，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实际的去采雪的话，这边其实也很适合。应该是用模具做，真的很可爱。 the stars align, they softly hum, telling secrets of where we're from. In the quiet, our hearts succumb to a rhythm eternal as the drum. 现在这个点呢，只剩这间有开啦。飞驼牛寿司点的是1200的金赏款。可以啊，是啊。我们现在在飞驼高山，但是因为比较晚的关系，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人了。买了一个飞驼牛的薯片。还有一个飞驼牛的虾味鲜，就这样。因为这条街现在就关门了，除了酒还有开以外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排行程的话，要早点来哟。今天的客厅，然后进去呢是一个合洋房，还不错。哇，有这种小装饰耶。然后这边是厕所，这边是浴室，这边是它的，哇，好大的浴缸啊，真不错。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一个衣柜，这是今天的菜单，有野菜啊、胡麻豆腐啊，跟这种。生鱼片跟鱼，然后它现在上的是味噌汤，野菜和植物，然后这是猪肉锅，然后这个是放进火锅的乌冬面，这个是炸虾，是吗？应该是是最后一道的甜点。用飞驼牛乳做的布丁跟这边产的水果，应该是苹果。猪肉烧麦，一些当地的特产，飞驼牛奶。我们现在在合掌村的展望台上面，可以自己走上来，也可以搭接驳车，一次一个人300块钱，下车付钱就好。
在已经走下展望台了，只是这边真的很滑，大家来这边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滑倒哦。这是今天的餐，是吃和牛，这是竹叶味噌，然后还有白饭跟鱼。洗手。这个是鸡龟神社。哦，好像是求恋爱运的，很可爱的符诶。花衣，这是不是我求的？但是它的这颗长起来就是这样子。三光道和神社。很可爱，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这边求一个姻缘哦。这个是可爱的年轮蛋糕。这是一只刀子做的吉拿棒。哦，星期被爸爸吃了，本来还有一个新的情人节，一个虚。这个行程从第4天晚上开始，到第5天一整天，都是在名古屋市区的自由活动。接下来几间店是在名古屋吃的餐厅，大家可以当作是自由行的参考。在名古屋最热闹的地方有一个很平价而且 CP 值很高的鳗鱼饭，这一间呢推荐给如果你是逛街逛累，或者是你很喜欢吃鳗鱼饭的人 ，CP 值非常的高。大家知道名古屋是客美多的发源地吗？所以在第5天的早上，我们就在客美多享用了一个很棒的早餐。在客美多必点的就是它的味噌猪排三明治。如果你也很喜欢吃的话，不妨安排一天早上朝圣哦。这个是鸡蛋三明治。感谢看到这边的你，我们下一集影片见，拜拜。